AI 可以帮我做什么？第2章 RAG 检索增强生成初探，使用 Anything LLM 建立本地知识库，介绍 Notebook LM。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了解本地部署 LLM 的方法，以及它无法即时联络网络的特性。这也凸显了纯粹本地 LLM 在获取即时、动态资讯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也导出另一个网络常见的 AI 技术话题聊技术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检索增强生成。所以，接下来我们除了简单介绍 RAG 技术，并进一步探索利用这个技术，让本地 LLM 能够根据我们提供的特定文件或资料来回答问题的可能性外，也同时向大家介绍目前十分风行的 Notebook LM。RAG 的核心思想是，当使用者提出问题时，系统首先会从一个特定的知识库，例如一堆事先被投的文件，中检索相关的资讯片段，然后将这些资讯片段连同原始问题一起提供给 LLM， 让 LLM 基于这些额外提供的上下文来生成更精准、更相关的回答。这样的设计，一来可以无视 LLM 欠缺自主联网的功能，再者，也同时保有资讯隐秘性，杜绝因为连接网际网路导致资讯外泄的风险。以下，我们就继续使用 Anything LLM 来示范这个过程。打开界面，可以看到 Anything LLM 的主界面，右侧是对话框，左侧是功能选单，中间的对话框中就是可以输入问题的地方。点选齿轮图示将界面切换到设定页面，可以看到语言模型、主题、RAG 等设定选项。我们暂时不做任何变更。我们回复到主界面，并点击左侧加新增工作区按钮，在新增工作区对话框，在工作区名称输入 RAG， 点击 Save 按钮，可以看到画面显示新增 RAG 工作区。我们切换到该工作区中间的对话界面，在对话框下方的模型选择器，从下拉选单中选择 OLLama， 然后选择 Gemlatest 作为当前模型。我们先在对话框中输入一个假设问题，请问未来服饰公司的电话，测试看看系统如何回应。可以看到系统回复用英文回复要我们特定公司的名称，因为有太多服饰公司。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测试 RAG 功能。事先准备好一个有关于未来服饰公司的 my.company.text 文件，内容除了公司名称外，包含它的电话、标示无实体店面的地址，以及客户清单、产品名称等资讯。所以我们在这里先点击左侧 RAG 工作区下的 Default 选项，接着再点击右侧的档案图示，准备上传文件。弹出 RAG 文件管理界面后，我们在左侧选择上传刚刚已经事先准备好有关于未来服饰公司的 my.company.text 文件。接着我们再点击右侧中间跳出的移动到工作区按钮，就可以将 my.company.text 添加到左侧的 RAG 资料清单中，并按下右下方的储存并迁入按钮。在画面下方弹出工作区升级成功的提示，就表示文件已成功添加到工作区。这样一来，我们应该就已经可以提取文件中的资讯了。我们返回刚才的对话界面，再次输入请问未来服饰公司的电话。可以看到这次系统很快就回复0212345678，输入请问未来服饰公司的地址在哪？系统回复无实体店面，这和我们在档案中预设的内容也相符。这次我们再问他，请问未来服饰公司有哪些商品？系统也立刻回复男上衣、女长裤、男外套、女外套，答案也和档案内容相符。我们再次输入请问未来服饰公司的客户清单，系统也正确回复01陈毅02 0203徐304李405王506郭6。最后我们输入请问未来服饰的资本总共有多少？但系统又再次使用英文回复，所以我们输入请以中文回答，修正系统使用的语言。系统就以中文回复，根据提供的文件，此信息是无法取得的。它的回答再次符合档案的设定。从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未经改造前的 LLM， 使用 RAG 技术的 LLM 已经可以根据你上传的文件内容给出准确的回答。这是因为 Anything LLM 在收到你的问题后，首先会与去工作区所关联的向量资料库中检索了我们预先指定的资讯，
然后将这些资讯作为上下文提供给了 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辅助其生成回答。只是，透过 Anything LLM 的运作，虽然表面上我们已经相对轻松地实现了一个最简单的 RAG 流程，但我们也同时理解到 Anything LLM 其实已经在它的图像界面之下，将 RAG 流程进行大量简化，并因此封装了许多复杂的技术细节，包括文件载入与分块 Document Loading and Chunking 将不同格式的文件读取进来，并切分成适当大小的文本块。文本嵌入 Text Embedding 使用嵌入模型 Embedding Model 将文本块转换成高维向量，以便进行语义相似度比较。向量储存与检索 Vector Storage and Retrieval 将生成的向量存储在向量资料库中，并能根据问题的向量快速检索出最相关的文本块向量。上下文整和语提示工程 Context Stuffing and Prompting 将检索到的相关文本块与原始问题整合成一个新的提示 Prompt， 会给 LLM 进行回答生成。很显然的，虽然 Anything LLM 简化了操作，但要从头开始搭建一个稳定、高效的 RAG 系统，或者对其进行深度客制化，则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例如选择合适的嵌入模型、调整文本分块策略、优化向量检索算法、设计有效的提示词等。这一点和我们一般会误以为 RAG 会直接读取整份文件，在比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后，然后就可以回答使用者的问题，就好像使用 Office 软体从一份文件中去搜寻部分文字那么简单迅速。然而 RAG 的实际处理流程却完全不是如此，而且应用的技术远远复杂许多。对于没有程式设计背景或 AI 专业知识的个人使用者而言，自行处理这些底层技术确实具有相当高的门槛。透过以上的说明，大家应该可以对 RAG 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体验到它确实是有增强本地 LLM 能力的可能。这也说明了为何许多 AI Agent 产品会强调其整合外部知识或文件的能力。只是，对于一般欠缺技术背景的个人使用者而言，要去面对选择合适的嵌入模型、调整文本分块策略、优化向量检索等技术门槛，都可能是不小的挑战。所以，一般使用者不论是碍于时间或技术成本等等考量，通常也只能使用上述最精简的 RAG。本来本机部署 LLM， 因为系统中并没有我们想要的资料，又无法主动联络网络，所以根本无法回复使用者想要的资料。但是 RAG 可以让使用者预先将需要的讯息上传到本地的资料库，让系统可以优先读取，同时回复使用者想要提取的讯息。这样的运作机制，似乎可以弥补本机部署 LLM 无法主动联络网络的缺憾。同时也强化了本机部署 LLM 可以保护个人资讯或商务机密的优势，也难怪这方面的技术会持续到现在还是蓬勃发展。所以，以下我们就来谈谈 RAG 的应用方案 NotebookLM。相较之下，最近屡屡被网红们奉为学习神器，由 Google 推出的 NotebookLM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笔记本式界面，允许使用者轻松上传自己的文件，如 PDF、Google Docs、网页内容等，并自动为这些资料建立一个个人化的知识库。使用者可以直接针对这些上传的资料提问，要求摘要、比较不同来源的观点，或产生新的内容，甚至生成双人对话的 Podcast 语音。所有关于文件进行处理、嵌入、检索和生成的步骤，完全由 NotebookLM 直接无缝整合，使用者无需操心底层RAG的复杂设定。以下我们就带大家一起体验 NotebookLM。如果没有使用过 NotebookLM，可以在浏览器上搜寻后，再直接以你的 Google 账号登入，就可以使用了。Google 标榜说这个 App 是 AI 研究与写作人的伙伴，但实际上也是 RAG 技术的一种应用。进入 App 后，你必须建立一个笔记本，当然你也可以陆续建立多个笔记本，轻松管理您的所有专案，例如我在这边已经建立的法律专案、技术学习或案件管理等等。在第一页界面，主要就是新增或者点选你已经建立的笔记本，其余设定都可以先不用管它。这从建立一个新的笔记本开始。点选新增按钮后，就会进入这个笔记本的新增来源界面。你可以从下方标示支援的档案类型上传或选择档案，也可以点选最下方的云端硬碟、网站连结或贴上文字。这里我们就先上传一本车主手册的 PDF 档案。这是一个长达600页以上的说明书，任何人想从众多且分散的资讯片段找到自己想要的讯息，应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说明书的笔记本，
利用 Notebook LM 会自动分析内容的功能，将说明书全部的内容加以整合，以后就可以很轻易地要求它从庞大复杂的说明书中找到我们想要的资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把笔记本的名称改为符合内容的说明书。可以看到中间对话框已经出现这份文件的摘要，我们点选左侧的文件名称，就可以看到 Notebook LM 已经将680页的内容全部整理好详细的章节、段落及页码。在来源栏上方是 AI 帮我们整理好的摘要以及重要主题。在来源下方则是依序从最第一页到最后第680页的章节及页码做一个详细的整理。使用者一样可以直接卷动左侧的章节页码，查看 AI 已经整理好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询问，请告诉我在车主离开后，是否会自动上锁？不必再去考虑到底应该在哪一个章节找答案。想想要在一本680页的说明手册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会有多困难？就算使用 PDF 软体进行搜寻，其整合能力明显不会比 AI 强。等待一小段时间后，它就会给你一个十分详细的回答。你可以看到每段回答后面都有使用编号标示的附注，滑鼠划过后编号，就会出现这个附注的全文。所有的讯息都会呈现在中间的对话框里面，使用者可以借由拖栏位右侧的拉杆，看到所有的内容。也可以点选备注号码，查看备注里的讯息。从附注的内容可以看到原文的章节、页码及段落。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比对原文，降低出错的几率。接着，让我们提出下一个问题，询问它使用换挡拨片与直接操作排挡杆的差异。这个问题很明显的已经跨越了行车操控中如何使用拨片，以及使用排挡降低档位这两个不同章节的内容。对于新手驾驶而言，想在厚厚的说明书中找到答案，并不容易。但是如果让 AI 在已经指定范围，而且已经先经 AI 整理好的资料中去进行搜寻，找出并整合使用者想要的答案，应该就一定会容易得多。在等待 AI 回答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在左侧的来源中看一下，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与文件中的133页等多处内容有关，至少也会牵涉到排挡杆如何使用的章节。好了 ，AI 已经整理完毕，可以看到它把两者所有的差异都列出来，并且清楚标示所有的来源出处。使用者应该可以很容易去比对来源，验证是否有误。这种可能同时涉及多处来源的问题，使用 AI 进行整理及查询，明显会比使用者自行翻页文件要快速有效得多。点选左上角的来源，下方会跳出来源以及探索两个选项，我们选择靠右的探索功能，就会跳出一个可以直接输入你想探索内容的对话框。Notebook LM 就会根据输入的关键字，从网络上搜寻公开的资料。这里我们随便输入 Lexus 350H 作为关键字，等待系统从网络上搜寻资料后，会将搜寻到的网络资源进行表列，让你可以在每条表列的讯息最后决定是否勾选。可以看到 AI 已经从网络上找到许多和 Lexus 350H 有关的讯息。你可以从表列讯息中选择和你的需求最为相近的讯息，勾选想要加入的单一或多重连结，再点选汇入，就可以把这些网页资讯汇入成为这个笔记本的来源了。从这一点看来，是不是和我们在前一章使用本机架设 LLM 的 RAW 无法直接连接网络是不太一样的？接着，你可以看到自己所加入的连结就会出现在左侧的来源，点选后就可会出现来源导览，从摘要中就可以了解这个网络资讯的内容，以及报道的重要主题分别是什么。同样的，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输入讯息问他，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左侧 AI 已经整理过这个网页内容的导览，再卷动下方的内容，看到1、首页2、信箱3、新闻4、股市5、气象6、运动等等奇摩网站常见的标题，一直卷到下方出现 Lexus 350H 有关的标题之后， AI 才会显示它的内容，表示 AI 真的已经筛选过网页的内容，并且只对我们呈现我们想要的讯息。看起来，系统好像对这些网站抓取了不止一层的资料，光是从附注的编号看起来就超过300个，随便点一个连结进去，都会显示系统从这个网页抓到的资料。对于使用者而言，
就不必像以前必须逐一点选连结进入不同网站，又要自己去筛选、复制及整理资料。这样的用法不但可以节省许多自己在网络上搜寻资料的时间，而且可以参考的资讯同样还是十分丰富的。接着，如果想去看看原始的网页内容，也不必切换到浏览器，只要在来源栏的左侧点选在新分页开启，系统就会直接打开这个网页，使用者不必在不同程式之间来回切换，在核对原始网页内容的时候也是十分方便的。确认过网页内容后，我们直接关闭网页并切回到预设画面，准备继续下面的操作。接下来，我们要上传一份文件，让 NotebookLM 使用 OCR 功能去辨识扫描的文字，并让系统产生摘要。点选新增来源后，我们从电脑档案中挑选预先命名为 test 的 PDF 档，将它拖到新增来源界面，系统就会跳回主画面。同时你会看到左侧的来源栏的清单已经出现一个名为 test.pdf 的文件正在整理的状态。在这里，我们先取消其他文件的选取状态，只勾选并点选这份新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来源导览已经让我们预览这份文件，可以看到这是一份以拍照方式储存的 PDF 档。现在，系统已将这份 PDF 文件新增为笔记本的来源，但是我们还想请它进一步对文件进行 OCR， 取得 PDF 中完整的文字档案。我们直接在对话框中下指令要求它进行 OCR。可以看到 AI 的 OCR 功能十分强大，一下子就完成 OCR 任务。大致看一下辨识的内容，正确率应该也很高。接着，可以选择点选下方不同的图示，将内容储存至记事，或复制后另作他用。如果储存成记事，系统就会在右下方显示一个依据文件内容命名的新记事。点选新记事，系统画面就会放大，让使用者看到新记事的完整内容。下方也会出现一个转换成来源的图示。右上方则会有一个可以删除这一则记事的垃圾桶图示。点选这个功能图示后，就可以看到画面又切回预设的模式，而且新记事的内容也已经出现在左侧的来源栏列表之中。对一下原本那个 test.pdf 和这个新的来源，从来源导览中的预览，就可以看到它的内容确实是新的文字类型记事，并不是原本为经 OCR 那张将拍摄文件的照片储存成 PDF 的档案了。如果使用滑鼠点选，就可以看到所有文字都已经是可以顺利选取的，这和未经辨识以前会处于无法连续选取的状态是明显不同的。回到预设的画面，可以看到右上侧还有一个语音摘要的功能，可以很容易的将文件内容转换为类似 podcast 的音档。等一下我们再来帮大家测试看看。我们再次点选左侧的新增来源，测试新增 YouTube 影片的功能。可以看到对话框中可以让使用者贴上 YouTube 的网址，所以我们先切换到浏览器，从 YouTube 中找一部和 Gemini CLI 有关的外文影片，并复制它的影片网址，再回到刚刚的画面将网址贴上，点选右下方的插入按钮。接着，系统就会跳回预设画面，同时在左侧来源栏的清单中已经出现方才的 YouTube 影片。点选这个新的来源后，就可以很快的在来源栏看到来源导览下方已经出现系统截取影片完整的原文逐字稿，同时也已经做好中文摘要及重要主题等资讯。但我们还是可以对影片内容提出问题，以便取得我们想要从影片中了解的资讯，不用将整部影片从头看到尾，也可以降低不同语言之间的阅读障碍。当然，这样的做法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但至少从时间成本的观点来看，确实是一种十分有效率的应用。我们在对话框中直接询问，影片中是否对于 Gemini 的安装进行说明。AI 马上会帮你分析逐字稿，为你提供准确的答案，同时也会指出相关说明的具体段落，节省使用者很多时间。不过，使用者也要注意 ，AI 在对话栏中回复的讯息，都只是依据你所选择的单一来源，在这里就是以这部 YouTube 影片的内容为限，并不包含你必须另外使用之前提到的探索功能，才能在网络上进行搜寻所得到的讯息。所以，只能保证应该符合这部影片的内容，但未必就是正确的答案。我们点选刚刚使用新记事转换过来的那份法律文件来源，
可以看到界面的右侧 Studio 栏中的语音摘要有一个生成的按钮，点选后 AI 就会根据这个法律文件的内容生成一段 Podcast。完成音档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操作上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在测试下方另外一个 Study Guide 学习指南的功能，按下功能图示后，可以看到下方马上出现一个根据这份法律文件生成的新记事。在等待过程中，又没有按下 FAQ 功能图示， AI 马上又根据这份文件产生一个内容为 FAQ 的新记事。我们点选 AI 生成的文件指引，可以看到 AI 已经以问答方式帮使用者整理好这份文件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指引已经将原本单纯以叙事方式记录案件内容的法院公文，转换成以条例的问答方式整理的讯息，例如1，什么是核定诉讼标的价额？2，如果一个诉讼中包含多项标的，其价格如何计算？3，系争在地的诉讼标的价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这样的整理方式，明显可以让使用者更有效地去了解文件的内容。再点选 AI 生成的研究指南，并且和左侧的原始法院公文 OCR 文字档进行比对，可以看到这份文件的格式及内容都已经转换成更具有学术性。AI 不但已经将全文内容总结成详细研究指南，而且接续又依据原始的法律文件生成实体短答测验、答案、申论题以及关键术语词汇等类别，引导使用者深入思考，或是作为教学之用，应该可以算是已经具备成熟的学习或教学功能。大家可以比对一下左侧来源的第一份新记事和右侧新增的文件指引和研究指南这两份文件的差异。从右下方的记事清单中，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使用原本已经 OCR 辨识的文件，又新生成指引和研究指南两份新的记事，加上原来的 OCR 辨识文件，总计我们已经引用 AI 从一张照片 PDF 生成3份记事。如果拿来和左侧来源栏的原稿进行比对，明显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回到右侧 Studio 栏的功能，继续测试其他的功能。我们点选右侧的时间轴功能图示进行测试，看看这个功能和之前的摘要指引或研究指南会有什么不同。可以看到 AI 在第一部分的事件时间轴中，是依照时间发生先后顺序重新整理文件，让使用者可以从事件发生的顺序去了解整个文件。接下来又可以看到 AI 在第二部分的人物清单中，是将文件内容中的所有人物元素抽取出来，让使用者从人物的角度去了解文件的内容。这种研究方法对于理解案例发展或历史脉络的文件，应该都是会非常有帮助的。在中间对话栏的右侧这里，可以看到在 Pro 版本里，可以针对语音内容进行一些设定，让使用者依照自己的需求，针对 AI 的对话风格以及回复内容长度进行调整。因为云端服务本来就比较会产生个资保护的疑虑，所以这里我们顺便使用探索功能询问 AI， 相较于一般的使用，它的 Pro 版本在功能上会有什么差别？此外，使用者上传的讯息是否会作为训练 AI 的资料？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新增任何的来源，就只是直接切入到这个功能，直接输入关键字，把它当作网络搜寻功能使用。还记得之前我们是在介绍新增笔记本来源时，向大家说明除了直接上传档案或连结作为来源以外，也可选择探索功能，再将 AI 从网络上搜集到的资料当作来源。这和现在把它单纯当作是搜寻工具，明显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感觉到 AI 从网络上搜寻资料的速度明显比刚才慢很多，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这是因为 AI 同时要搜寻很多网站，这和我们之前要求 AI 直接从它整理好并且已经作为笔记本来源的资料一定会有所不同。好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 AI 已经从网络上找到许多相关的讯息，使用者可以点选自己想要了解的网页去做进一步的探索。同时也可以确认，这里的探索功能并不是一定要针对来源的内容进行对话，就算我们询问一个明显和任何来源都无关的问题， AI 还是会帮我们从网络上搜寻资料。也就是说，虽然系统界面把它当作是新增来源的一种方法，但其实使用者大可将它当成是可以直接搜寻网站的工具，只是这个工具又多了可以直接将搜寻结果转换为笔记本来源的功能罢了。接着，我们先跳出这个程式，另外开启Gemini直接询问，不同版本的 NotebookLM 在功能上和使用者各自的保护上各有什么差异？这样应该可以从 Google 取得最为直接且最为正确的资讯。
这里附带一提 ，Gemini 也算是在最近这几个月里十分火热的 AI agent 应用。有关它的功能，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 YouTuber 推出新的影片，有兴趣的人应该都已经看过。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主界面已经整合得十分简洁，但是该有的功能一样也不少。就算不另外进入 Google AI Studio， 一般使用者也几乎可以借助它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以后我们也会再找时间向大家说明。可以看到免费版主要的差异，应该是在提供服务的数量，例如笔记本和来源数量等的不同。但就算是免费版，最多可以建立100个笔记本，每个笔记本可以加入50个来源，每个来源长度可以高达50万字，对一般使用者而言，应该都是够用的。在个人隐私部分，可以看到 Google 的担保是承诺不会将使用者上传的资料作为训练 AI 模型使用。但要注意的是，使用免费版时，如果你选择回馈意见，还是应该避免提交任何不想分享的敏感资讯。最后，付费版则是特别针对企业用户，承诺将使用者的资料存放在 Google Cloud 的专案，无法透过其他服务进行存取，确保资料的隔离性。看起来，不论是免费还是付费版的 NotebookLM， 对使用者的学术研究或是资料的整理，都应该算是可以提供强而有力又多样的助力，而且又能在一定程度内兼顾资讯安全的选择。从以上的体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希望快速利用自有资料增强 AI 互动能力，但又不想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去克服 RAG 技术门槛的个人使用者或小型团队而言， NotebookLM 所具备的应用性和强大整合能力，似乎是一个值得优先考虑的高效解决方案。对一般使用者而言，也应该是较为平易近人的选择。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